现在后来我再看，再过来跟你讲。我先谢谢。对。
先成长，那我们同时可以。对。
各位先进啊，因为我们等一下的这个时间啊。我们会提早5分钟结束，所以本来4点10分的时候，我们想暂停一下。那现在的时间是4点20，我大概把刚刚我们走一圈先看到的一个问题，我稍微说一下说明哈。今天我们所要分析的这些资料呢，我们会走到表4。那对于呢，大家的手册上的第1份资料里面的那个封面底下那个基本资料，有一些不会填的，你先不用管。那个部分呢，等到明天讲网站的时候会跟大家说明。所以你今天的精神还是放在表1、表2、表3跟表4这个部分。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是，请大家注意一下，很多学校听了这几天的研习之后，好像都觉得教师专业成长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老师没有素养，或者没有意识到这个重要性，或者没有这样的技巧或技术或认知知能等等，其实很难推动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学校就有一个问题产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分析当中有操作型定义，那怎么办呢？那我要跟各位说明操作型定义就是我们国际教育目标的衍生，所以呢，它不会从学生主体一下子改变成什么老师主体，对不对？所以呢，你应该是在这些分析完之后去说明，你需要做教师专业成长，那就是你要让老师能够教会学生要学会的这些东西，所以它的部分，在这一个部分，我们要在教师专业成长上做些什么？那也不要忘了，教师专业成长计划的申请，其实它有80%以上的课程是要按照我们大家现在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认证的课程来做。那你有20%的空间，你是可以去规划因应你未来要推动的计划或深耕的部分再去做。所以你要去做那些东西的连结跟琢磨，让各位理解吗？那这一点呢，就是有些学校先进会谈到说，你想要推动的那一类计划是你们学校以前过去从来没推动过的，所以那一个表2那个现况是空的，那怎么办呢？那就麻烦你们想一想，到底有没有跟它有关联的？那如果完全没有关联，你就要写完全都没有基础。可是未来推动方向呢，你可不可以空好像不行嘛，那个任务你还是要写，否则一个空表，我们怎么理解你这一件事情到底要从哪一个方向去出发？所以我想还是会是非常学校本位的你还是要去思考这个问题。那也有学校有问到学校国际化的这个部分那学校国际化有6个面向，大家来看那个124页就有看到有6项，有校园、人际、行政、学习、课程跟建立伙伴关系至少有这个6个面向。那这个6个面向，如果学校有学校认为说，是不是应该从学校国际化开始推？可是你老师也没有基础，交流也没办过，课程融入也不曾涉猎过，什么都没有，你一下到学校国际化，那个可能是会很困难待会看张教授要不要补充因为学校国际化其实就我自己的认知是，所有其他计划的集大成它是要非常很周延的，让学校的氛围学习都要做一些改变，尤其是学习国际化跟课程国际化，并不是教英文课就课程国际化了那个是完全内涵上跟课程设计取径的不同所以我觉得各位可能要思考的很周延再来做一些规划。但是呢，请运用这些分析来协助你们把刚刚的问题做理清。所以我刚刚看到的是这些问题。没有？那张教授，你要不要先提醒一些什么？刚刚有讲学校国际化学校国际化它跟其他的3个部分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课程融入或者课程教学那一部分，还有一个国际交流、教师专业成长是什么关联学校国际化它是做整体性思维，所以它基本上是支撑其他项目的。
所以你可以坐在前，也可以坐在后，也可以坐在中间。就是说，别的在执行之前，你可以先做这些规划。我学校里面布置场，比方说我们的公布栏、我们的文书、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毕业证书，我们的有招待外国的老师、外国的人在我们这里，有外籍师资、我们有交换师资之类的，我们都可以在这里面，我们在叫做文书的处理，我也可以处理我们学校的布告栏，或者是环境里面的标语，这些都是可以处理，在这里处理。那么网站的部分，网站的架设，国际事务的网站的架设也可以啊，这是学校里面的或者说是你们学校里面，这里面你看里面好像也有一个叫做跟外国寻求跟外国建立关系，建立姐妹校关系，好像也在里面嘛。那就是说它是做一种其他项目的支撑，第一个行政上的支撑，环境上布置的支撑，也可以是有总合性的思维。比方说我们学校要开一个又办一个活动，让我们学校整体的国际教育规划、整体的思想是什么？用一个工作坊之类的，也请外来的人这是属于专业部分的人来帮忙说明，这也是可以的。我想这样有没有点帮助？这样，所以它跟每一个项目都可以连接。不过基本上它就不是去执行那个项目的细部，它是做支撑，行政的支撑。可以是在这个之前做，也可以在那个做其他项目的时候同时做，也可以等那些项目做完以后，过一天再重新整理。一个学校里面总是有些需求嘛，比方有些环境的需求，可是硬体它通常是不给的。可是你设计，比方我的布告栏，我每一周我都要换东西，国际新闻或者语言方面的东西，这是可以做的。像这一点有没有要问？属于国际江夏老师他不是很熟悉，那我大概知道一点，大概是这样。我补充一下，就是如果各位新进对于这个有兴趣的话，那你们就是回去可以找网站上面的这一个补助要点。那补助要点里面有补助基准，补助基准里面就有大概刚刚教授所提示的那些项目，那你们都可以知道它归类在是行政国际化呢，还是人力国际化这些我就可以去思考。也就是说，两类计划，每一类计划里面可以两个项目。这个学校国际化就是类，这个叫类别。那补助的项目呢，校园国际化这就叫做项目。那这个项目底下，校园国际化可以做外文网站、文宣、双语教育环境，像刚刚说的外语标语，然后国际化的讯息环境，这些是项目底下可以做的细项。但是也不止这样，你还可以自己去想所以是类别跟项目是这样的关联。所以这个部分你们可以上国际教育的网站我们那个手册上有个网址你搜寻 IETW 就会有这个网站，那里面的辅助要点就有你们就可以再去思考。我讲到就是学校里面希望国际教育，它整个学校国际教育要设立网站，将来的整体的规划，那个是可以的，那就是学校的国际化嘛，就是以做国际教育的支撑的部分，学校整体规划可以怎么做的那个部分。谢谢。那其他的有没有要郑教授？没有。那我觉得季教授。各位先进，不好意思，我刚刚有遇到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只有学校代表只有一个人来的，那要跟各位做一个，你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独揽如果你只是一个基层的老师或者是一个组长，那这个 SIP 计划书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不希望单兵去操作，因为它不是作文比赛型的计划。
所以你务必回去要跟你学校的最高的领导、校长或者教务主任，或者是学务主任，你必须要有个团队来讨论。所以基本上我们不希望是你自己单兵操作，自己去写一些东西出来。啊，你即使写了通过计划之后，你之后要执行很困难，这要执行会很困难。那成果的那个检核的时候呢，你也会很难呈现。所以第一个提醒，就千万不要自己独揽，不要自己单兵，一定要用团队要讨论。那精神的层面是一定要团队来讨论。那刚刚还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学校的校长跟我说，他们已经在做的国际交流的东西，如何把它套到这个 SIEP 的这个计划书里头？其实是可以套的。他说他问我说怎么套他说你有一个国际交流的对象，也办过好几年的活动，那么就是你把你所办过的活动在现况分析里头去检核，跟17项政策目标有哪些达到了，哪些不足的。那17项很多项那我们是不是要写5年的计划，5年的目标？你可以说我现况分析里头我哪个部分没有达到，然后我102年我要达到其中的3项，103年增加哪几项，104年增加哪几项，105年增加哪几项，你这样就可以把它套进来了。那你往上套了政策目标之后，你往下就要去思考，你102年你要成长的这3项目标里头的学生学习的具体目标是什么？再去写你的操作型定义。操作型定义是学术名词听起来比较好听就是刚刚院长告诉我们，它就是学生要学习的具体内涵目标是什么？就是再往下面扣，你就可以把你原来所做的东西导进来了。那个目标是可以逐年调整的。我们原则上教育部给的经费是1年期成的，那这里要我们写5年的目标，对不对？并不是说这个经费要让你用5年，不是每一年。那你今年提出的计划书，你要达到3项成长的目标之后，你明年再写，我还要再增加另外2项，再来调整那个目标，对不对？再来调整操作型定义，那个都是可以逐年来调整的，所以绝对不要单兵做。这样那譬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给你听，譬如说像要举具体的实例比较能够懂，因为刚刚有老师坐在那说，还有学校的同学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不知道如何下手，就坐在那干做具体的目标讲，譬如说以我3星加3来讲，我要做课程教学、课程发展与教学，因为我分析我的学校的7000多个学生里头，他的就学贷款率有多高，外配子女的人口数有多高，我可以看出我的学生的社经背景比较低。那国际交流的话呢，总是比较少数有钱的学生比较容易享用。那我要让这个国际教育的机会普遍化，我就要发展国际教育融入课程，就是从这样进入。那国际教育发展，国际教育融入课程要怎么去发展？当然学校里头就要组织课发会，课发会就是你要教务主任来带头，或者是校长来带头。各科你再根据我们发展出来的国际教育能力指标，你可以发展怎么样子的课程？比如说从这样进入第1年要2科，第2年变成3科，第3年变4科，第5年变5科，就是这样逐年增加。不要一开始就做得太大那再分享一个实际的例子是，我们在审查今年的计划书当中，我发现有一个学校做得非常非常的小，可是那个就是国际教育的目标啦。就有一个学校，我们高雄市有一个高商，他的第1年目标就是做教师专业成长，就是把这样子的那个专业成研习整个复制到他的校园里头去做。第1年他们做这样。然后他申请的经费很少，6万块而已，那当然就给他过啦。你负担也不会很大，就是办类似这样那个24小时的这个专业职能研习，这样也可以不要一开始被吓到比如说像江校长他们学校的计划很大，你不要被他吓到。那像陈威良校长他们学校是只有11个人规模的学校，那个操作型定义的编写难易度差异很大。所以一定要做学校的分析，你才能够下手。这是我的建议还有，如果说你的学生的社经背景很低，你不能做国际交流
你做课程融入，你可以透过免费的国际交流的平台，比如说像 iEarn 啊。那你要参加这个 iEarn， 你可以做2种计划，一种是国际交流的计划，一种是课程融入。为了参加 iEarn 这样子的国际交流，你要帮忙你的学生设计什么样子的课程，就进去啦。这样是不是有点具体的观念？不好意思，谢谢。我再说明一下，补充一下这个纪昭主任所说的就是说你要从很小的点或很大的点，我们认为是小的点就好，大的点不好，或大的点不好，大的点好，小点不好，因为还是要看那个分析。就是它有内部逻辑啦，各位理解吗？所以这一点请大家注意。另外一个，如果学校学生相当的弱势，国际交流，另外一个面向你可以去思考的是，补助基准里面有一项是国际志工英镑。学生来到学校来做一个分享，不是学生出去，学生出去要补钱。那来的话，你可以申请这里的补助，所以你这个也可以去思考。不过这都会到明天的那个计划书的撰写的细节。但有一点纪昭主任刚刚所讲到的非常的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一点，就是现在你已经做的。如何套到这个计划，请你注意一下如果你原来已经做的，你直接套过来，我想这计划不大会通过了。你一定要根据这一些分析的逻辑，再去看看自己增强跟辅助自己在成长那一块是什么。否则你直接搬过来，我们审查的所有的教授、主任、校长们，其实对所有国际教育现在补助的方案都相当的清楚。不可能说你本来在做教育型，直接搬过来就会通过，所以请大家这些表格还是要去完成。那另外呢，也分析一下，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资料就是说超。